听到裴会长说已经到了小区门口，还想跟自己见面，肖长坤顿时心下大喜。他知道裴会长这时候来找自己，语气还这么客气，又说有好消息，肯定是已经解决了自己回书画协会的问题。激动不已的肖长坤很快又冷静下来，心中暗忖，姓裴的这么主动向我示好，肯定是在洪五爷那里感受到压力了。我这个时候一定得端着，不能让他觉得我好像很想回去似的。想到这里，他便回复道，咱们两个之间好像也没什么需要当面解释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心知肚明，所以还是不要聊了。信息一发出去，在车里坐着的裴会长心里便卡噔一下，他把手机递到老婆面前，郁闷地说道，老婆你看，肖长坤是不是不想回书画协会了？黄秋云看了肖长坤发来的内容，一时间也有些摸不准。他喃喃道，要说肖长坤不想回书画协会，倒也不是不可能，毕竟弄巧成拙那件事就挺丢脸的，后来被你摆了一道，直接踢出书画协会就更丢脸了。这时候回去，不知道多少人会在背后说三道四。裴会长紧张地问，他要是不愿意回去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个主任的位子已经是我能给他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，我要真说把一个副会长撸下去给他，先不说哪个副会长能同意，关键这事传出去，所有人都会对我说三道四，到时候这个压力我也顶不住啊。黄秋云叹了口气道，这真是里外不是人，把肖长坤踢走了。肖长坤恨你，把肖长坤请回去，肖长坤还是会恨你，其他人也会对你心生不满，这么件事儿让咱们办的，哎，都怪我。裴会长摆摆手，现在别说这些了，还是想想肖长坤这一关怎么过吧。他要是不回去，洪五爷那边我算是彻底得罪了。我以前觉得得不得罪洪五爷无所谓，他虽然混得好，但我又不求他办事。再说了，现在法治社会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可我万没想到，洪五爷的人脉关系这么强，直接把我升迁的事情都给斩断了。要是这次不能让他满意，说不定我这书画协会会长的位子也坐不久了。黄秋云把手机递给他，道，还是打电话吧，电话里你先赔礼道歉，多说几句好话，哪怕骂自己几句，只要能让肖长坤稍微消消气儿，让他愿意出来跟你见一面，这件事就还有斡旋的余地。否则他要真铁了心不想回去，那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。裴会长点点头，咬牙道，行，我给他打。言罢，他接过手机，便给肖长坤直接打了过去。而另一边，看到裴会长电话打过来的肖长坤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去了，但是他故意端着，电话铃声响了很久，但就是不接。叶晨见他电话响了半天，不仅不急，还看着电话傻乐，便忍不住问他，爸，怎么不接电话啊？肖长坤耻笑道，嗨，这不那个谁吗？裴启东发信息说到咱小区外面了，想找我出去见一面，我没同意，他就打电话来了。我估计啊，应该就是洪五爷找他兴师问罪，他害怕了，所以赶紧来找我想办法弥补一下。叶晨点点头，爸，既然那个裴会长要弥补你，你又想回书画协会，那我建议你也不要太端着了，不然万一用力过猛，人家觉得你不可能回头，说不定就想其他办法去了。肖长坤微微一愣，有些紧张地问道，有洪五爷发话，他难道还敢不遵从吗？叶晨道，遵从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啊，这种事儿一端着就容易产生误会。如果他觉得你宁死都不想回书画协会了，那他肯定也就不会再来求你了。这就跟男女处对象是一样的，你想拿捏对方没问题，但一定要掌握好度，你要是让对方彻底绝望了，对方肯定也就不再无谓坚持了。肖长坤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有道理，那我还是去跟他见一面吧。这书画协会肯定还是要回的，不然这以后每天就只能在家闲着，跟你妈大眼瞪小眼了。刚好裴会长这时候又打来了第二个电话，肖长坤没再过多迟疑，直接拿起电话问他，姓裴的，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裴会长连忙道，哎呀长坤，你总算接电话了，我就是想当面跟你道个歉，
然后再跟你说个好消息。我现在就在你们小区门口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。肖长坤故意问他，什么事咱直接在电话里说不行吗？裴会长语气卑微地说道，长坤啊，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恨我，我也知道这件事我确实办的王八蛋，我现在确实也是想尽可能的弥补你，也尽可能的挽回我犯下的错误，所以希望你能给个机会，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，10分钟就足够了。希望你看在咱们共事了这么久的份上，给我一个机会。肖长坤故意沉默片刻，这才叹了口气道，行吧行吧，我出来，你在门口等我。裴会长顿时激动不已地说道，好好好，我已经在门口了，你出来就能看到我。好。肖长坤说完这个字便直接挂了电话，随后便按捺不住激动地对叶晨说道，好女婿，我出去见一见裴启东这个老狗日的，看看他到底准备怎么解决我的问题。叶晨点点头道，那你们俩聊，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。行。肖长坤道，你不用跟着，我自己去见他就好。说罢，他便起身穿上外套，走出家门。此时裴会长也已经从车里下来，临关车门之前，他老婆黄秋云还在交代他，老裴，你记住，态度一定要足够真诚，而且适当的卑微一点，只要他肖长坤能满意，咱们就怎么都行，先把他稳住，让他同意回协会才是最重要的。裴会长点头说道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说罢便将门关上，走到了汤臣一品的小区大门外。肖长坤出了家门，一路哼着小曲，一直到快接近大门的时候才强制着停止了哼唱，然后又摸了摸自己的脸，确保自己面部肌肉处在下垂的状态，而不是紧绷上扬的状态，随后才从气势恢宏的小区大门走了出来。肖长坤一出来就看到了台阶下站着的裴会长，再次见面，肖长坤心里对裴会长的恨和怒再度得到激发，眼神之中都带着刀子。而裴会长见到肖长坤的那一刻，满脸尽是谄媚的笑容，还没等肖长坤走下去，他便3两步迎了上来，在台阶的中央位置一把握住肖长坤的手，惭愧无比地说道，长坤，我对不住你啊。肖长坤自然知道对方不过就是在演戏而已，于是便出言讥讽道，裴会长，认识你这么久了，还第一次发现你原来还是个实力派演员啊。裴会长老脸一红，尴尬不已地说道，长坤，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很多不满，我也不跟你遮遮掩掩，你那件事儿确实是我办得不地道，不过我裴启东对天发誓，我一开始真没打算坑你，我是真打算给你留个主任的位子。说到这，裴会长把心一横，开口道，哎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事儿最后之所以出了变故，都是我那个败家娘们儿搞的鬼，是她一直在我耳边吹风，说我如果这么帮你的话，肯定会给人留下把柄，万一被有心之人拿来大做文章，我自己的前途都可能会受影响。我也是猪油蒙了心，想着我等了这么多年才等来一个升迁的机会，要是再把握不住，以后的前途可能就彻底葬送了，所以才临时决定违背对你做出的承诺。肖长坤将信将疑地看着他，问道，这种事你甩锅给你老婆，不太合适吧？裴会长急了，连忙道，这怎么能叫甩锅呢？长坤，我拿我的人头跟你发誓，这事儿我纯是被我那个目光狭隘的老婆蛊惑，我要是骗你，让老天爷今天晚上就收了我。肖长坤这才算是对裴会长的话信了80%，心里的气稍微也消了不少，于是他便摆摆手道，行了，咱现在就不说这些了，你就直接明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。裴会长忙道，长坤，我来找你没别的，就是想邀请你回咱们书画协会，之前答应你的那个主任的位子，我今天已经给你争取过来了，你随时回来，随时上岗。肖长坤一听这话，悬着的心顿时便彻底放松下来，他要的就是这个主任的位子。常务副会长他是不敢想了，但有个主任的职位也算是心满意足了，现在得到了裴会长的承诺，他自然是如愿以偿。不过他表面上装得不为所动，岔开话题问裴会长，裴会长，
我觉得你老婆说的也没错，你现在保我，难道就不怕会受我的影响？裴会长没有说出自己晋升无望的事情，而是毫不迟疑地说道：长坤，人常说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真要受了你的影响，那到时候就再想办法把影响降到最低，问题出现再解决问题，不能问题还没出现就惧怕问题，你说是不是？萧长坤叹了口气，感慨道：其实这么一折腾，我也挺没脸再回书画协会的，到时候这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还他妈不够糟心的。裴会长握紧他的手，诚挚无比地说道：长坤你放心，我今天已经跟所有高层沟通过了，他们心里有数，绝对不敢对你指指点点，至于其他人，我也会让他们约束好自己的手下，到时候你回去，只要当之前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，其他的什么都不必放在心上。萧长坤沉思片刻，仿佛做出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，咬牙道：行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回去。